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Travel 单车小教室。本集节目由 FSA Vision 赞助播出。我是 Linda， 在我身边是阿根。嗨，大家好。好，今天很开心呢，想要请阿根教练跟我们分享。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以前我自己住台北的时候，每次冬季骑乘下滑都真的是冷到牙齿在颤抖。那阿根自己以前也住在台北，常常在冬季还是很勤奋的在训练。对，那今天呢要跟阿根教练聊的就是说，在冬季骑乘的时候呢，我们整体在装备的准备上面，核心理念跟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在新手车友想要添购人生步频的时候，该怎么准备？在冬季骑乘其实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低温。那其实不管是不是台北，就算是中南部，可能也会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变得寒风刺骨，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全台湾的车友都可能会面对到。那除了温度之外，可能也会有日照时间缩短啊，包含你早上起来骑车啊，夏天我们可能除了避暑，然后太阳很早出来，我们可以5点多就有足够的视线。那在冬季骑乘的过程当中，天比较慢亮，所以在视觉上也会受到一点影响。那最后就是你出门骑乘开始之前，热身的时间点可能就要拉得更长，会比起你夏季刚走出门就流汗的情境是完全不同的。那首先在服装的搭配上，我觉得重点就是你要能够对抗不管是低温比较容易下雨或者是风的挑战，所以在搭配上，我的建议会是比较多洋葱式的穿搭。因为虽然说台湾可能蛮冷的，但其实整体的温度也会让你越靠近中午或者是太阳慢慢升起来之后，整个温度慢慢上升。那你如果只用一件事就想要打天下，你可能刚骑完车之后流的汗，反而会让你不管是在下滑过程当中，或者是太阳开始出来之后的舒适感，甚至因为流汗会比较容易着凉。所以多层次的搭配会是在选购冬季服饰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焦点。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哦，因为其实像台湾的车友都非常热爱爬坡，其实爬坡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上坡跟下坡的体温还有身体的状况完全是2种状态，所以洋葱式的穿搭，越多种配件的穿搭才可以让你可以适应各种温度跟条件，做最好的调节。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服装上的搭配，有些小配件其实也蛮重要的，包含你的末梢在低温的骑乘过程当中都会比较容易受风感觉不舒服，所以一些配件的选用也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焦点。那同时我们刚才有讲到，因为早晨开始骑乘的时候，可能天比较黑，能见度比较差，甚至我觉得也不仅仅是这个视线的问题，在冬季其实我们精神会比较不集中，好像还是一直昏昏沉沉，在刚起床之后。然后我想其他用路人也是，包含在道路上其他骑乘机车、汽车的骑士，如果你的穿搭太过于黑或者是不够明显的话，大家可能在路上的安全性会受到影响。所以像冬季骑乘，即便太阳已经出来，我的车灯还是都会保持全开。那尽量提醒道路上的用路人呢，我是在路上的。那包含你在车身上面的反光、车衣上面的反光标示或比较显眼的这些辨识物，我觉得是大家在冬季骑乘的时候，冬季是一个比较慵懒，然后适合喝杯咖啡的季节，所以你可能也需要借由一些外在的装备，帮助你提升在道路上面被辨识出来的这个效果。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相当的关键，尤其是各位车友们一定很多人都是在上班之前做训练。那虽然你上班之前的时间是一模一样的时间，可能5点，可是夏天5点是天全亮，冬天5点是完全是几乎是夜骑的这个状态。所以阿根教练刚刚提醒大家的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谨记。除了车灯以外呢，衣服上面的装备有反光片也是相当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刚刚也想归纳一下，就是冬季的这个骑乘除了装备上洋葱式的穿搭以外，刚刚有提到可能防风防雨，所以在这个布料的选择上，是不是我们可能就是需要选一些什么防泼水或是比较有机能性？对，所以像我们自己在选购的话，就会比较像是让它2者兼具，那同时具有可能防泼水或者是抗风。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有时候未必是下雨天才会遇到需要防泼水的情境，有的时候因为冬季晚上可能入夜之后会有一些雨水，那夏天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已经干掉了，可是冬季因为这个地面干掉的速度比较慢，即便太阳出现在头上，地面可能也都是湿的，所以喷溅上来的水，不管是你的身体被喷到，或者是脚被喷到，它也会比较容易造成这个热被带走的问题。那同时这也可以延伸，就是在冬季，如果既然地面骑乘的环境会比较容易有遇到湿滑，可能在选择轮胎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注意，除了胎纹，还有你出门的胎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反正夏天骑乘
跟冬天骑乘的情境都差不多，都是骑车啊。可是冬天的环境确实会比较有挑战性一点，所以在选择轮胎和设定你的胎压的时候，包含冬季也是比较没有赛事嘛，所以大家可以选择抓地力好一点，然后排水性，整个在地面湿滑的路况当中，可以更安全的轮胎选择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分享真的是相当的专业，不愧是阿根教练。因为去年 Linda 在拍这个哈萨克亚锦赛的时候，就曾经碰到，就是前一天是大太阳，然后第二天是下大雨的状况，然后选手就是马上有针对这点去把胎压做这个调整。对，那这我们是一般人可能都不太会注意到这种细节，真的非常谢谢阿根教练跟我们提醒这个部分。那另外呢，也想请阿根教练跟我们聊一下，就是除了这个装备的这些逻辑准备以外呢，在外出骑乘之前有没有一些小撇步可以让我们身体的保暖可以做得更好一点？除了穿搭上面，刚才讲的洋葱式，像我最外层会尽量抗风，因为刚开始出去骑乘，我希望我的身体热是被保留住的，所以一些抗风材质的风衣穿在身上骑乘热身，会让你温度上来比较快。那第二个就是出门前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技巧，帮助你身体温度是比较快上来的。例如说，刚出门骑乘的时候，你可以喝一杯热的巧克力。它除了有这个糖分啊，或者是帮助你的血糖比较快，不会是一个空腹骑乘的状态之外，热巧克力也会让你的温度觉得暖暖的，出门的时候比较舒服。或者你可以选择姜茶。那甚至像有的时候我自己在出门骑乘的时候，我会在水壶里装姜茶。那当然这个单车水壶可能没办法保温或者是装热的东西，但是即便是已经冷掉的姜茶，因为姜会让你的身体血液循环比较好，所以在骑乘的过程当中，你在身体的感受上也比较不会有冷掉的状态。那还有一个小技巧，但可能不是每个车友都会能够这样使用，因为像我自己在家里的车比较多，所以我会有一台车是架在训练台上面，在我出去骑之前，我先在训练台上骑个3-5分钟，就先在室内让你的温度已经有一定的就是热身的情境。那你出去骑的时候，不会是在一个相对低温的状态，要把身体热起来，会觉得哇，怎么热都热不开的那个状态。那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在室内骑乘完之后，再做一些伸展，或者是你出去外面，假设你从家里骑到跟车友会面的集合点，不要先做伸展，因为你如果一出门，肌肉都还是在一个没有血液进入到肌肉组织的状态，你的肌肉其实会有点像那种干的海绵，然后你硬去做伸展拉它，反而比较容易在冬季有一些受伤的问题。那你稍微做一些轻量的骑乘，例如说从家里骑到集合点的这个过程，你的身体代谢就是血液开始分配在需要踩踏的肌群，或者是身体一些需要运动的肌群，那到了集合点再来做一些伸展反而会比较能够避免运动伤害。原来如此，我还以为热身要在家先做好，虽然从来没有在热身的坏习惯。对，谢谢阿根教练的提醒。那这边 Linda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非常常在日本骑车，那日本因为纬度比较高，那也常因为拍摄的关系，需要在可能清晨4-5点的时候就开始准备。那像这种状况呢，我在刚刚阿根教练分享到的这种洋葱式的穿搭上面，我就会做得非常的彻底，可能底层有穿，然后又穿了车衣，再穿外面是那种有空心中空层的那种比较厚的防风防雨的外套。然后当然耳朵的部分呢，我很喜欢戴小帽嘛，就是小帽可以控制把你的刘海处理好以外呢，还有那个遮耳小帽可以把你的耳朵就是受风面全部都挡住。那还会可能我自己还会戴手套以及那个脖子的保暖的部分，就是把所有会受风面的地方皮肤都把它包起来。对，那这个在配件上面的穿搭跟选择呢，我们会再更详细的在单车小百科再来跟大家介绍。那今天呢真的很开心，谢谢阿甘教练跟我们分享。那也希望呢各位车友在冬季骑乘的时候呢，真的要多注意这个保暖的部分，因为很多车友就是忽略的这个部分，反而失温的就不太好。那失温的状况其实也很难处理。没错，对。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欢迎继续锁定我们单车小教室。